如果讲到巨石阵，大家脑中的第一个画面会是什么呢？我猜应该是这个。的确，这个英国巨石阵理应当是最著名的巨石阵了。但是大家知道吗？英国巨石阵可不是唯一的巨石阵啊！在英国以及法国还分布了一共大大小小超过100处的巨石阵。举例来说，在法国的布列塔尼地区呢，有一个卡纳克石群，这里的石头排列整齐，长达数公里，建造的时间甚至比英国巨石阵更早。排列的方式超级像现代的飞机场，不知道是要引导谁降落呢？这个史前的巨石文明非常的神奇，也非常的有意思。趁着我们今天来到南安普敦，就来聊聊有关最著名的巨石阵，也就是英国巨石阵吧。忘了介绍，我们目前正在进行一趟北海邮轮之旅。透过邮轮这种交通方式呢，来畅游北海国家的重要城市。我们从德国的汉堡出发之后呢，经过了荷兰的鹿特丹，经过了比利时的布鲁日，然后很不幸的碰到了法国港口的罢工不得已在比利时又多待了1天，也去造访了根特。上面这些城市的影片以及交通资讯呢，在前几周都发布完毕啦，大家有空可以抽点时间去看看，都还蛮好看的。然后我们今天是来到英国的南安普敦。南安普敦是英国的重要港口城市，历史上曾经是铁达尼号起航的出发地，直到现在，旅客们还是经常从此地搭乘邮轮往返于欧洲各地。看到这边呢，也麻烦大家帮忙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大家好，我是 Aaron。我今天跟着邮轮呢，来到了英国的南安普敦。不过我今天不是要去南安普敦我今天要去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巨石阵。由于巨石阵距离南安普敦有一段车程，然后我又只有1个人要前往，单独叫计程车的话呢，相对的是不划算的。因此我这次是参加了船上的1日游行程，费用呢是141欧元，包含了交通、门票、导游，但是不包含吃饭的部分。从南安普敦大概搭1个半小时左右的车呢，我们现在来到了巨石阵的游客中心。那无论你是什么方式过来的，搭游览车或自己开车，或是任何公共运输工具过来的，都必须要先在南安普敦的这个游客中心这边换车，然后你要买票才能进入到巨石阵。游客中心这边呢，它也有所谓的接驳巴士，从游客中心这边接你进去到巨石阵里面。这个游客中心也不错，它有相关的商品贩卖部，然后它也有厕所，它也有吃东西的地方。如果天气是很冷或是很热的时候，你也可以在这个游客中心这边避暑或是避寒所以其实这边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集合点。在巨石阵的游客中心外呢，有搭建一些草棚、土棚，是现代的科学家跟考古学家们呢依照所挖掘出来的遗迹所复制出来的。展示的是当时建造巨石阵的那个年代的人们呢所居住的房子，就是石器时代的房子啦。这个说真的，随便来个洪水或什么的就可以被冲走的那一种。参观完复刻出来的房子后呢，接着我们就可以从旁边搭接驳车前往巨石阵啦。搭这个 shuttle bus 呢，很快就来到了巨石阵的周边了，然后还要再走一段路我看前面其实已经可以看得到巨石阵了。我不晓得这样子的角度大家看得到它吗？就是那个一点点凸出来的那个，其实就已经是巨石阵了。不过现在这边还比较远啦，让我先走到巨石阵的周边，再来好好跟各位介绍巨石阵吧。现在的心情其实是相当的兴奋的。大家知道，就是巨石阵的建造时期是距今大概5000到5100年前。这个时期兑换成中国的我们所熟知的历史的话呢，是大概在女娲补天的那个时候或者什么皇帝伏羲氏差不多那个时候。但是我们的女娲补天或是皇帝伏羲氏都没有留下一个，比如说什么建筑或者什么一个你看得到、现在看得到的东西。现在这个巨石阵是的确看得到、摸得到，而且它还存在在那的。然后这一群人盖这个建筑之后呢，就不见了。总之，它现在就是一个
谁盖的是个谜，然后为什么盖的是个谜，怎么盖的是个谜，通通都是谜啊！所以其实很多人都在研究这个巨石阵，但是这就让人非常的兴奋了。尤其是像我这种历史爱好者，或是喜欢看这种奇怪的东西的人而言啊，能够来到这种地方就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兴奋。现在在我后面的呢，就是著名的巨石阵啊。然后这边风很大，请忽略我的造型，这个头发实在是吹得完全无法控制了。那这个巨石阵呢，现在是没有办法靠近的，因为早期的巨石阵是人可以直接踏过这个草皮进去到里面，但是当时的人们呢，有些人就去摸那个石头啊，或者是把里面的石头捡起来带走哈，多少都对巨石阵造成一些破坏。所以现在它已经都拉封锁线了啊，也不是说封锁线了，它现在就是划定一个区域，像这边的里面是不给进的啊，所以现在大家只能从远处进行拍摄跟观赏。这个巨石阵兴建于大概西元5000年前，我们怎么能够推定它是在兴建于西元5000年前呢？其实这个巨石阵兴建在一个圆形的土台上，它是兴建在一个大概30公尺长的土台上面。当时的人们其实是先把这个土台造出来了。现在的人们呢，从这个巨石阵下面的这个土台上发现了一些动物的骨骸，然后也发现了人的遗骨都在那下面，然后透过对于动物的骨骸跟人的遗骨去做放射性定年的探测，去推测出这个土台大概修建于距今大概5000到5100年前，然后在这个土台修建完毕的500年后，才开始在上面放这些巨石啊。然后这个巨石也不是一开始就这样子放好就定位的，不是，是他们把那个石头运到这边来之后，各种摆放，各种瞧姿势，各种瞧了大概1000年之后才就定位。现在这些石头才就定位，这些石头才以现在这个样貌保存至今。然后我用正面来跟大家解说这个巨石阵，可能会比较好理解了哈。首先是看到最外面这一圈的这种，这很像门的这个石头哈。这个石头现在已经有点残破不缺了，现在看样子就只有这一个是比较明显的。但实际上巨石阵的这个门呢，假设这是一个门好了，一共有30个，然后环绕整个巨石阵一圈，所以其实最外圈就是有30个这样子的建筑。然后除此之外呢，里面还有5个，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得比较清楚，这里面这边还有5个，就是这个前面的这个的后面还有5个这个门，这后面这个是比较大的。但是最大的石头并不是这个门，也不是这个石头，最大的石头其实是在巨石阵的外面那个地方，那一颗叫做角眼石，然后那颗石头其实也有它的作用，只是它被放在巨石阵的最外面。这30个门呢，有人现在就在推测说，因为里面的大的门一共有5扇，外面的门一共有30扇。那如果用日历来做计算的话，其实30乘以12就是360，再加上里面的5扇门，就变成365了。所以现在有人推测说，巨石阵是用来纪日的、纪年纪日的，它是一个像是日历的存在。我们现在看到最外面的这一圈呢，其实叫做灰沙眼。这个灰沙眼呢，是从距离这边大约40公里以外的山里面开采出来的。大家知道，当时这边是所谓的游牧部落啊，要跑40公里，或许一天是跑不到的，你还要来回。所以我们现在也不晓得为什么他们能够找到40公里以外的那座山，然后从那座山里面把石头开采出来。要开采这个石头也并不容易啊，就是你现在看到它都是长条状，它可不是在那个山就是长条状的，它是一整片的石头。当时人们呢，想要这种长条状的石头，必须想办法，或许是先把那个大的石头上面凿洞，然后再把木头塞进去，等下雨。下雨之后呢，木头膨胀，把他们要的大小的石头给它挤出来啊，然后或者是什么方式把它弄出来。弄出来之后还要再进行打磨。打磨完毕之后呢，才想办法从40公里外用滚木滚过来。当时可没有轮胎啊，可没有轮子啊，他们也没有铁器，所以他们要凿、要打磨、要干嘛的，全部都只能用石头来做这件事情。然后再用滚木滚40公里到这个地方。我现在前方这个比较大颗的灰砂岩呢，这一颗它的最上面有一个
尖尖的凸出来，这个有没有？其实每一个灰砂岩都有尖尖的凸出来，它是榫卯结构，所以这两个也有尖尖的，然后上面的那个横的那一条呢，它是有凹进去的，所以两个尖尖的配一个凹进去，它们就会扣在一起。扣在一起之后呢，相对就非常的稳定。然后外面的这30个门呢，也都有相对应的榫卯结构，只是它们不是那个上面这个尖尖的顶起来，它们很像是链子链住，就是他们把石头磨成扣在一起的方式。然后一共有30个这样子，全部都扣在一起。光是把这个石头开采出来就很不容易了，然后运过来就很不容易了，你还要去打磨它。打磨它完毕之后，还要把它放上去，对准的扣在一起。现在完全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办到的。然后这个灰砂岩，大家看到地上有很多散乱的这些小石头，这些小石头部分是灰砂岩，然后中间比较长条的这种，但是没有很高的，大概这么高的这个2到3公尺高的，这个叫做蓝砂岩。蓝砂岩又更神奇了，蓝砂岩根据现在他们去做相关的分析跟判断，大概是从150公里外运过来的。现在这个英国这边的传说是说，这个蓝砂岩具有治疗疾病的功能，所以他们不辞千里的把这个蓝砂岩运到这中间这边来放。但是因为那个比较小，所以很多，而且没有什么固定跟支撑，所以其实很多蓝砂岩都倒了，倒在地上，然后被埋在土里面。现在是判断大概有60到120根左右的蓝砂岩散落在这个巨石阵中啊，所以除了刚刚我提到的这个巨石阵或许是用来作为这个判断日期的功能之外，也另外一个功能是他们或许是用来治病或者是用来祭祀的功能。目前我讲的都是人们的判断，而不是什么文献留下来的。那除了灰砂岩跟蓝砂岩之外，还有一根在整个巨石阵最中间的一根祭祀石，当然是不是祭祀，我们现在也不知道。现在巨石阵太多谜了，到底是不是叫祭祀石，我们不知道。但是因为它在最中间，而且呢，这个祭祀石呢，它目前并不是在外面，它是埋在土里的，大约埋在土里2到3公尺深的地底。然后那个祭祀石也是相对比较大的石头，但是没有在外面的灰砂岩那么大。然后这个祭祀石呢，原先是推定它大概是从250公里外的地方运过来的，但是根据最新的英国跟澳洲的合作的研究呢，判断因为这个祭祀石的成分，他们去做相关的分析之后，判断大概是从750公里外，几乎是整个英国的最北边了，从750公里外运到这个地方来放。750公里是一个什么概念？说实在，你要用滚木滚啊，说不定还比较困难；用船运过来，还说不定还比较容易啊。不晓得为什么，他们就把它运到最中间。然后，因为在那个祭祀石的周边有大量的很像祭祀的痕迹啊，就是包括有一些动物的骨头啊、一些碎骨啊，都在那边哈。所以其实我们现在也就怀疑它应该是跟祭祀有关啊。所以这个巨石阵除了我刚刚前面讲的跟这个天文历法有关，跟治疗疾病有关，现在也判断他说它应该也跟这边的祭祀，他们来这边祈求，来这边做一些相关的祭祀是有关的。好，讲到祭祀石呢，当然还要再讲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刚刚埋的伏笔是什么呢？就是我刚刚不是讲前面有一颗最大的灰砂岩叫角眼石吗？当每一年的夏至，从祭祀石看向角眼石，它就会刚好是太阳升起的方向。每一年的夏至，也并不是只有1颗角眼石而已，其实在这周边一共有4颗这么大颗的石头，再把这4颗大石头算下去的话，又可以把闰年给算出来了哈。所以又有另外一派的人说，它就是用来算时间的哈，就是来算日子的哈。因为你看，连这4颗石头的闰年都算出来了。当然了，这也是我们目前的推断，到底是不是这样，也都是现在的推断罢了。巨石阵的兴建年代跟埃及的金字塔是差不多的，就是差不多是在距今5000年、5100年左右开始兴建。但这里让人更不可思议的事情是，埃及在兴建金字塔的时候，他们是有帝国的，他们是有农业的，然后他们是有大量的人口可以支撑他们去兴建金字塔。但这里没有，这里是游牧部落。你要想这些石器时代游牧部落的人，他们有这么强的探索能力，他们要到好几十公里、好几百公里外找到这些石头，并且有强大的物理破坏能力。他们只用石头就把这么大的石头给开凿下来，并且打磨成现在的样子。
还有超乎想象的运输能力，几百公里啊，把那个石头70吨重的石头从几百公里以外的地方运到这边来。他们要渡过的可不是这样，全部都是一望无际的平原啊，有的山川，有的河流，有的沼泽。如何去突破这些困难，把这些石头全部都运到这边来，还不是一根，是一大堆的石头运到这边来，让人完全无法理解，这也产生了大量的违和感。这也就是为什么巨石阵这么神秘、这么吸引人的重要原因。好了，不知道透过我所做的资料的相关解说，大家对于巨石阵是不是有比较深刻的理解呢？我资料呢，大部分都来自于网络上，还有来自于一些频道，比如像老高、小莫啊，他们其实有讲过巨石阵，大家有兴趣都可以去看看。但是大家如果自己真的有机会到这个地方来看的话呢，也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有趣，一定要自己来看看。那本期的节目呢，到这边就告一个段落啦，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